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呢，咱们说一说美媒报道的乌克兰战场上无人机的使用的情况。乌克兰战争呢，已经打了1年多，双方在战术战法上各有得失，但是普遍认为这是一场把无人机使用渗透到每一个战术环节的战争。无论是在步兵作战、炮兵侦察，还是在空对地打击方面，乌克兰战场上大大小小的无人机都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其中绝大多数无人机都是中国的企业生产的民用型号，有一些是用来作为摄影摄像的，有一些呢是用来进行农业的喷洒，更有一些根本就是个人的玩具。但就是这样的无人机竟然成了乌克兰战场上的利器，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在大量的使用。虽然中国的无人机厂商反复声明自己的产品并不是武器装备，并且坚决反对任何一方把它们用在战争里面，但国外媒体上已经出现了一个专门的词汇，叫做阿里巴巴无人机，专指武装冲突的各方从商业渠道购买中国制造的各种无人机，甚至是零部件，把它组装成具有军事用途的型号，特别是把无人机导航系统当中的电子围栏限制给解除了，这样的话就能够在战场上自由飞行了。关于中国民用无人机的战场使用，有关新闻报道呢，主要是来自西方媒体。2023年3月21号，美国战争地带网站刊登了一篇对乌克兰无人机操作手的专访。这一位叫蒙亚的乌克兰人，今年已经40岁了，在战争爆发之前呢，就非常喜欢玩无人机，所用的型号是大疆玉3。按照这位蒙亚的说法，他们用无人机主要执行炮兵侦察任务。如果无人机发现了俄军的火炮或者是其他重要目标，就用美国的星链终端把数据传回后方。乌克兰的炮兵呢，会对这些俄军目标进行压制，这样的战法效果很好。有时候因为平板电脑的屏幕比较小，他们在战场上看不到俄军炮兵的发射位置，但是回到基地以后，用大屏幕就能看清楚了，然后标定坐标。俄军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被定位了，第二天还在原地发射，结果遭到乌克兰的炮兵反击，损失惨重。因为战果不错呢，所以蒙亚手下有7个无人机小组，每个小组有2名飞手，所使用的无人机主要是大疆、道通，还有少量的浩翔品牌。其实俄罗斯方面呢，同样也在用中国生产的无人机执行战斗侦察任务，但是俄军没有星链这样的信息化的手段，信息流程呢要比乌军慢一些，所以俄军虽然拥有弹药投射能力方面的绝对的优势，但是在战场上就和乌军呢打成了平手。乌克兰军队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为了能够给乌军提供更多的无人机飞手，乌克兰甚至成立了一家叫做自由航空学校的机构。学校的校长阿曼德是一名女性呢，她曾经是乌克兰电视台的记者，战前就经常用无人机来拍摄视频节目。于是呢，她被乌克兰军方选中，教导那些没有接触过无人机的乌克兰人怎么去操作无人机，怎么去为战争服务。直到2022年的12月，这个自由航空学校呢，已经培养了5000人，包括步兵、警察、急救人员等等。按照阿曼德的说法，只要5天的时间，就能够把一个菜鸟变成可以上战场的飞手。至于前面说到的蒙亚，因为比较有经验，培训3天就可以了。这个自由航空学校所使用的也是从中国购买的商用无人机，因为这些型号呢数量充足，价格不贵，经得起消耗。美国虽然大肆宣传向乌克兰提供了各种军用无人机，但数量呢非常有限。早期出现在战场上的土耳其的 TB2 已经被俄罗斯的防空导弹呢消灭的差不多了。乌克兰军方还在考虑组建更大规模的无人机力量，配守到各级部队当中，主力装备还是中国制造。乌克兰政府还制定了政策，简化手续，加快速度，大量进口无人机和零部件。说到乌克兰战争的趋势，在今后的各种战争当中，看来都少不了无人机的参与。而中国作为商用无人机的第一大出口国，在今后的国际军事冲突当中，必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没有限制商用无人机公司向国际市场大规模的供货。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决定把商业无人机作为一种战略物资来进行管制的话，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信息化水平会不会严重的倒退呢？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